各位好，我现在正在纽约中央公园南边，应该是最光鲜的地方，因为这四周啊都是摩天大楼，特别的有气派，对吧？有的网友叫我拍拍纽约好的地方，可能就这里吧，能够满足你们要求了吗？这是个小山坡，应该是这个中央公园里面啊拍照最好的地方吧，因为它的天际线确实很漂亮啊。所以呢，我有的时候把镜头呢把它放高放低一点，让大家看看它的天际线是怎么样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首先我想说说，我今天就是要穿这件 T 恤。我觉得虽然有点危险，但是美国还是比较多元的，应该这一点应该能够接受我认为啊，所以我就大胆的穿吧。其实我特别还想戴那个有汉字的那个帽子，但是我这次没有带到美国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先想说说这次跟2-3个中国还有华人朋友呢去费城拍摄丧尸街这个感受。说真的，在网上我看到很多这样的节目了，可是我自己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震撼。首先，我认为啊，对我来说那里还是比较危险的。虽然当地的华人说不危险，因为他们这些吸了毒品的人，这些丧尸他们没有什么攻击性。可是我觉得哈，就是吸了毒之后，是不是会产生幻觉呢？有没有被迫害妄想的那种感觉？因为在网上其实我也看到过，有的人吸毒了，真的有那种被迫害的感觉。所以呢，他无故的对街上的或是旁边的人会真正的砍杀，因为他觉得那个人就是旁边那个人是要砍他的，所以他自己呢拿刀砍别人，这是一种那个错觉。我真的特别担心。如果我一个人去，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胆。然后有个当地也就费城的华人，他也是咱们频道的网友，他联系上我了，说他是本地的费城的人，他在当地工作过很多年，他觉得不危险，他也可以自告奋勇的带我到那个地方去探险。探险是我用的词，我真的认为就是探险。我觉得普通人不会到那个地方去，即使觉得没有危险，但是其实到处还是有危险的。一个呢，美国是可以拥有枪支的国家，即使比如说法律规定你白天或是平时呢不能带枪出门，但是既然他有枪，不是每个人都守法的，对不对？所以有些人铤而走险的事情，或者是出于某种目的，他带枪出去，那可能干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真的不可预测啊。所以现在回到家之后，我还是想起来有点后怕。当时没有感觉，因为呢，我们一共有4个人，有一位呢在这里的华人或者是中国人呢开车，他负责开车，然后在车里面，其他的2个人跟我一起呢，真的是走下车，沿着街的两边我们拍了一段。我后面有孩子了，我还是继续讲吧。真的，我感到最震撼就是有几秒钟，当我们走过去，看到有一个人就像死尸一样躺在地上，他旁边还有2个人是一对的，这样也躺着，3个人躺着，就像死人一样，没有任何反应。我们走过去之后也没有反应。Hi, how are you？ 那个小孩跟我打招呼，那我到时也把他们播出来吧，自己跑进我的镜头的。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就是说到丧尸了。我看到有3个人像死尸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们走过去没有什么任何反应，我就感到很震惊。第二个很震惊的就是当我们走过去再往前走了大概几分钟之后，看到呢有一个人躺在地上，真的好像死了一样。他的那个臀部是光着的，然后臀部那个左侧的大腿那个地方呢，那个肌肉已经腐烂了，然后还有血，可以说是血肉模糊啊。看着也是非常的惊悚。大概最多是1.5米的地方，有一个女的，是金发的啊，直接用针头往自己腿上扎呀，而那个腿已经扎上了很厚的那种绷带，白色的，染成了各种各样的血色呀，什么这样的颜色，反正很脏。然后呢，他的腿部全是腐烂的肉，
真的是腐烂了，我看着特别触目惊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么惊悚的那种画面。这个女的病入膏肓了，我相信呢，她在世上的日子也不多了，因为她吸毒之后，她那个身体各种肌肉呢开始腐烂，特别是这个针头那个地方，因为不卫生啊，对吧？又没有消毒的，所以从那里开始腐烂，然后呢，她的大脑、心脏这里那样都开始腐烂，最后她的归宿肯定是死在街头，可能连收尸的人都没有。然后呢，我们继续往前走，很多帐篷的，或者随便就在路边的，没有任何的遮拦，就在那里睡着。有的有帐篷，有的还有个遮阳伞，有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看到之后，心里很不好受。另一方面呢，是不是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特别是所谓的他们选举制的社会，给了人很多所谓的自由，那自由过度了，是不是有对这个社会有好处，对人类有没有好处？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东西。我觉得自由过度，反而呢人性的各种恶就发挥出来了，就变成了愈演愈烈，就是那种恶就变成了更加的恶，所以就变成一种变本加厉的向下螺旋式的发展。我真的不希望咱们华人社会，咱们中国会有这么一天。而这有很多网友呢在咱们频道反映出来，是不是预示着这个国家衰落甚至崩溃的前兆呢？我相信呢，大家有自己的思考。还有，从街上的各种店面来看，有的人问我是不是因为礼拜天所以他们关门了。其实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些商店绝对不是因为礼拜天，而是永久性的关门了。因为那个地方我不认为有什么商业机会，虽然它是主街道之一啊，我相信应该是费城的最主要的街道之一。对，有的人问我那个头顶上那像桥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当地的地铁或者是轻轨吧走的路，就是轨道交通在上面走的。还有两边的房屋真的特别的破败，这个画面大家其实都看到了。寥寥的几家看门的店，包括有一家中餐馆，我认为中餐馆当然是卖食品的，对吧？吃的喝的，因为那些人那些丧尸他们也要吃东西啊。我觉得其他开门的店应该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吧，可能他们是街卖毒品的，我估计虽然我没有证据，那只能这样猜了，对不对？而中餐馆的那家人，我特别佩服他们的勇气。虽然呢开一个口子相对来说有一点安全感，可是呢那种口子呢，反正是塑料的吧，大概5毫米厚，也就是半公分厚那种软的那种塑料的，也就是说人家稍微一用力就可以破门而入，所以还是有危险的。或者呢有凶器的，比如说持枪的或是拿刀的人，很容易就进去打劫所以没有100%的所谓的安全。我相信呢，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了。说到没有办法呢，我又引申出去了。在美国的华人吧，我已经接触过几位了，有在美国30年的，有在美国20多年的，也有在美国10多年，还有几年的都有。而这几个华人呢，或者是中国人，他们都是我频道的网友，不管是他们还持着中国护照，还是已经拿了外国护照，但是他们还是肯定是挺咱们祖国中国的从他们的谈吐我觉得我特别肯定他们是这样。好，我先说说这次呢，这位费城的华人，他30年前是30多年前来到美国，30年前吧，来到美国，已经加入美国籍了。他说他跟我一样，他想回也回不去了。其实他特别想回去养老，但是没有办法。估计今后呢，他应该可以办个华裔卡。对老华人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是缺少了医疗保险，因为人越老，那可能会疾病越来越多。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就会越来越贵。至少据我所知在咱们中国，也就是说在中国内地，老人可能60多岁的老人，或是70岁的老人，要想买大病医保这种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外籍身份的就更困难了。
所以呢，这是一种无奈。不过，尽管他身在海外啊，他的心特别向着中国，也对美国特别的失望，也特别的悲观。他是在费城有自己的一栋房子，他那个小区非常的漂亮，可是他觉得这些年费城的发展是越来越糟糕了。他来的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以前那丧尸街其实还是很繁华的，很多商店，那现在都关闭了，就是因为这个美国这社会的治理，或者是这个费城当地社会的治理呢非常成问题，导致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占据了整条街道，那人家很多潜在的顾客，他根本就不敢到这个地方去采购了，对不对？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零元购，也就是说不花钱直接到店里去拿东西，然后就走了，导致了商家的运营成本越来越高，与其赚不到钱，还不如关门算了，对吧？所以就导致了你看这一条街或是几条街周边的都受到影响，都关门锁户，没有办法，实在经营不下去。加上可能疫情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吧。就是在费城当地的华人呢，他又去拜访了原来工作过几年的一家餐馆，他在送外卖，我也给大家拍了这餐馆。看来现在费城的不少餐馆可能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运营，也就是呢，在窗子开一个洞，从这个洞呢收取现金或者收取那个付款吧，然后呢再把食物递出去。真的不可想象啊，在美国会见到这样的景象。我其实啊只在非洲一个国家见过，比如说塞内加尔我见过，他们开商店的是这样的。在巴西我偶尔看见，但是也没有这么严重。在美国是我到过全世界各个国家，治安可以说是最严重的地方吧。不过这最严重确实呢，只发生在目前我只在费城看见过，在其他美国城市我没有看见过啊，所以不能说全美国都这样。我们回到美国华人的感受啊，他们觉得这些年中国变化太大了，但是有的华人也有很长时间没回去了。比如说这位在费城的华人，据说啊，他应该是有10多年没回去了吧，应该是2010年左右，或是更早的时候，还是2000几年，应该是奥运会之前回去了吧。我说啊，其实国内变化非常大。比如说他是广东侨乡的，当时他们那里连高铁都没有，现在到处都通高铁了，所以呢，真的非常的变化大。另外，移民来美国10多年的那位华人朋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美国护照，我估计可能已经有了。反正他对我说，再也回不去中国了。他有点埋怨他的父母当年把上海2套房子都卖掉。当然想起来，肯定现在非常的痛。在上海里有2套房子，至少我认为呢，现在在上海2套房子值1000万左右。如果看你的地点啊，地点好的可能2000万都不一定，对吧？就没有必要在美国辛辛苦苦打拼了。他的母亲告诉我，他说他的儿子有点责怪他，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在这里。然后我就安慰他母亲说，我也对这位华人朋友说，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以前的东西。比如说以前他的父母都双下岗，找不到报酬好的工作，又要交房贷，但是呢非常吃力。他们有这个机会能够移民来美国，00几年吧，就是2004年左右吧，大概20年前左右。20年前卖掉上海的房子出国，当时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我觉得99%的人也会像他父母这样选择，所以我告诉他，我说当时你的父母选择是对的。而且现在你再埋怨也没有用，对吧？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单行道，那房子已经卖出去了，你也不可能再要回来，对不对？所以你再埋怨也没有用，我们只能够是抛掉过去往前看。还好他现在呢白手起家，在美国长岛买了一栋自己的房子，然后呢在美国纽约他也买了一套房子，所以他还是算比较成功的啊。即使这样，他还觉得美国是江河日下的啊。所以呢，他感到非常后悔。他当年移民美国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父母，他出来的时候只有17岁，到这边念了高中，然后连大学都没有读。
就进行职业培训，然后进美国公司了。好在呢，他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安稳，在美国属于比较好的中产阶级。当然，这比较好的中产阶级也是呢纳税大户，也就是所谓的被割韭菜的对象，跟我一样。他跟我说了老实话，他说：“其实我最想的现在还是回到中国去，但是那是回不去的故乡了。”还有一位就是也是跟我一起去费城的这位华人朋友，他移民美国大概6、7年吧，他也感到特别的后悔。其实他告诉我是为了他的孩子才移民国外的，因为他的孩子在国内呢，因为高考呢考砸了吧，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呢，在国内考不到好的一本，也就是他觉得孩子在国内没有好的未来，因为国内呢太内卷了。所以有这个机会，他也出国了。在国内，其实呢，他是搞设计方面的，工业设计方面。其实他在国内的薪水非常的好，他有自己的公司，一个月起码有4、5万，甚至更多，也就是一年几十万、上百万收入肯定会有。但是呢，来到美国之后，他的收入呢直线下降，甚至呢一个月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人民币1万多块钱，也就是美元大概1、2千美元。他感到落差非常的大，而且他连英语都不会，所以来到这里之后呢，寸步难行。他试着去找工作，找了很多，永远找不到自己合适的，都是那些很低档的工作。那没办法，他连英语都不会，对不对？而且也没有这美国的文凭，所以想在这里立足找到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加上有3年的疫情，所以对他的影响损失非常的大，他也特别的后悔，但是他说，因为他孩子比较喜欢这里，所以他只能跟着孩子待在美国了。我没有跟他说，我相信他看着我这个节目的话，他会有所感想。我认为啊，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的未来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性格可能更好一点，对吧？因为孩子毕竟会长大，他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你也有自己的生活，你也不可能跟孩子住在一起，对不对？而且孩子也不可能一直到你年老的时候会护理你，也不一定。比如说像他这样，他60、70岁、70、80岁的时候，他的孩子可能是50多岁，又不可能退休，不可能辞掉工作来照顾他，对吧？如果辞掉工作就没收入了，那怎么办？也是没人去照顾他呀，对吧？还不如呢，孩子成年之后，他趁早回去。或者不要跟国内的联系断下来，回去呢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然后存一笔钱养老，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如果指望孩子，我认为呢是不可靠的，靠人还不如靠自己。虽然孩子是自己的，但是呢，孩子很多情况下可能有很多的无奈，对不对？这是我的想法啊。这位移民几年的人呢，也是特别的后悔来到了美国，但是就像很多其他来到美国人一样。有口说不出啊，他跟我才说啊，所以在这里我也不说他是哪里的人是谁，也不用，对吧？我相信他看到我的节目之后也自己明白，有不少的华人肯定是挺中国的，但是呢，也有一些来美国读书的或是移民美国的人，很痛恨中国的，或者是痛恨中国这个政府的。我相信痛恨政府的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说啊，比如说像法轮功这一类的人啊，还有其他恨国党，就是配合这个登塔国政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抹黑、搞臭中国，其实相当于拿刀割自己的肉，毁坏中国的名声，对吧？其实让很多，或是让所有的华人背锅了，让所有的华人在美国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让美国人、美国政客对中国更多的仇恨。某一天，也许形势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形成排华，不管你是法轮功，都会遭殃。为什么？人家砍你、杀你的时候，难道先问你啊，你是法轮功徒弟吗？不会问吧，对吧？他看到你像那个中国的面孔，或者看到你像东亚的面孔，就对你来凶的了。所以啊，我还是劝这些人回头是岸。虽然可能我这样的呼吁没有什么用，我还是想说一声，为了你自己以后的生活，为了你的子孙后代。假如你还有的话，真的改过自新吧，配合你这个登塔国这政府。虽然你可能从他那里领钱，领了狗粮，但是呢，我觉得人生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谋生，对不对？不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要做这种对不起自己祖宗的事情。像余茂春是美国前国务卿的一个好朋友，是浙江的吧，被他的宗族开除了他们的族籍了。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没有任何一点意思。不过可能他无所谓啊。像这种卖国贼，我是非常的鄙视的啊。还有刚才前面说的，有些还是中国人，他们来到美国留学之后呢，干着反华的事情，干着反对中国政府的事情。本来他的父母把他送到这里来，已经是中国社会的赢家了，否则他也来不起美国留学，对不对？他们不是有钱的富商的人，那就是可能在国内有点官职的啊，一官半职的，他的后代能够一年花几万美元的学费，然后呢，可能每年还要几十万元的生活费，这样来到美国，也就是一年大概50万的人民币的开支，来到美国，但是还干着反对中国的事情，我实在不理解。特别是哥大，这是一个反华的大本营。比如说，我们看这张图片，我把这华人或是中国人他们的脸，把它马赛克化吧。你看，他们跟美国的前国务卿拍照，还有跟美国这个前议长，也就是说，原来香港暴徒啊是美丽风景线的这位老巫婆，能跟这2位拍照的人，而且还那么的欢乐，还那么自豪，我相信他们的内心绝对是特别崇拜美国的。我看了这张照片，其实我心里有点悲凉啊。不过，天要下雨，人要嫁人，他们怎么想，我也左右不了。我只是发表我这样的看法。总之呢，在美国，有的人爱中国，有的人恨中国，我觉得这些也是正常的吧，对吧？来到了美国，特别是已经移民到了美国，很多人出来之后后悔了，但是也无奈，那个故乡再回不去了。所以呢，只能在内心默默地怀念以前美好的日子，然后呢，继续往前看。对美国的未来，我有点担心，因为从我这次来美国，我可以看出，美国确实呢在走下坡路，而这个国家可能它的未来特别的堪忧。虽然它有特别美好的一面，比如说富人区啊，或是长岛那边，可是大部分人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虽然有的美国的华人在网上啊，不管是抖音啊，还是油管上面发很多视频，说美国的食物有多便宜，但是我们的生活不仅是食物，还有很多固定的开支，对吧？如果这里什么都那么便宜，那为什么大多数的美国人连存款都存不下，甚至呢，很多人呢不仅没有存款，而且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每个月他们的日子就是盼望着发薪的那天，然后呢再付那些付不完的账单。我在这里有个实际的例子，有一位在洛杉矶的黑人朋友，是美国本土朋友，他前几天就对我说，他说他现在可能有忧郁症了，他说他心情特别的低潮。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觉得这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每天都为付账单发愁。他说付不完的账单，我的生活就是工作然后付账单，工作付账单，没有意思。他应该还没有出过国，也就是呢没有出过美国去旅游。这几年他的路线就是在加州，然后呢飞往他母亲所在地南卡罗来纳州，就这样没有去过任何的地方，没钱。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美国人的过的日子。所以呢，即使食物很便宜，或者与收入相比比中国便宜得多，然后发出去呢，让国人很多不明真相的国人特别的羡慕，但是还是存不下钱，就这个原因。因为美国要付钱的地方太多了，它这个美国就是让你不得不消费的社会啊。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今天坐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最光鲜的地方，跟大家说说我对纽约以及对美国的一些想法。特别是我前天去费城看了丧尸节之后呢，给我的震撼。好吧，我希望呢大家能够多考虑一下，到底一个人需要多少自由，是不是越多自由对我们来说越好？希望大家能够思考。好了，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